嗨，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今天朝气蓬勃的来感谢所有海外同学，谢谢你们。在选择上哪节课呢，还会搭着飞机来到台湾找我啊，这边真的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哈。好，那因为海外同学来上课呢，通常呢会关心的问题和国内同学不太一样。今天我会做一个整理，来回复所有海外同学的一些相关问题，那让你呢更好安排你的行程，让你更好来台湾吃喝玩乐加学习。海外同学呢，不外乎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上课时间。那这边我先提一下，什么是海外同学？海外同学就是你会搭着飞机过来的，就叫海外同学。海外同学，因为他们来到台湾的时间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他可能回来只是1个月，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回来2个礼拜，甚至有些呢，从香港来的同学就是直接来5天到8天。好，所以这些等等类的都算作是海外同学，因为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时间会比较紧迫一点。那当然，他们也会付出加倍的努力，更快的学会。好，这样是海外同学。那我们通常海外同学就会问说，老师上课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因为例如说有一些美国或者是澳洲的，他们买机票的时候都会提早，蛮早的。例如说提早2-3个月去买机票啊，因为有时候机票也会有旺季啊、淡季啊，然后他们会去做选择这样。我们的课表呢，通常都会排半年，所以呢，基本上这半年呢，我会把所有的上课时间都排出来，然后让同学来做挑选，所以你就比较容易可以选到你，就是例如说你是现在是3月，那你可能是6月要回来，那你就可以去安排你6月要回来的某几天这样子。好，所以我们通常都会提供半年以上的开课讯息。那同学也不用担心，我们基本上排了课之后，没有什么大问题，基本上都会开课。所以只要你确定时间，那跟我们的开课时间也稍微做核对之后呢，就可以赶快来报名上课了。海外同学最常问的第2个问题就是，老师，请问你到底在哪？交通方便吗？跟你讲，真的有够方便，我就在那个台北车站旁边。你知道全台湾最大的地标是哪里吗？台北车站就在我正后方。我走过去只要2分钟。然后我们这边呢有无铁共构，无论你要坐高铁、坐火车、坐机捷，通通都有啊。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这附近呢也有非常多的住宿旅馆。我其实也住过蛮多家的，因为有一次我家，就不要扯那么多。那我也有拍过一部影片，就是你下飞机之后从机捷那边搭过来，非常的方便，而且也不会塞车，走路就会到。甚至呢，你第3天、第4天上完课之后呢，你上课你马上下了课要去赶飞机，也可以直接把行李拖来这边，因为就在旁边，机捷搭上去一下咻就到机场了，马上就可以上飞机了。我们网页上呢有导览，会教你一步慢慢的往我们的学院前进或者是你真的还是找不到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只要你在台北车站附近，我们直接派人去接你就可以了，因为真的很近。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绝对不会迷路，而且住宿非常方便。不过这边提一下，我所看到的很多海外同学，他们都不会住这边附近，他们都会选择去住西门町旁边顺便逛街，然后吃东西。海外同学最常问的第3个问题就是，老师，你们这里海外同学多吗？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的教学经验以来，我们这边的海外同学还真的也很多因为可能我们的交通很方便，然后再来就是海外同学他们都会透过 YouTube 认识我，所以他们会看到大概就是我而已吧，我觉得，所以很多都会在这边。那我觉得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同学有一些可能是香港的同学，普通话不太好，或者是这个小时候就到美国去，然后英文讲得很好，但是中文不太好的一些 ABC 那他们有时候会选择回来台湾，那他们担心语言上呢，可能是不是有时候会听不懂还是什么，所以这个你放心，我们非常有经验。你现在看我讲话很快，那是快转的。我们现场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放慢速度，尤其是有海外同学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慢，然后我还会看他的眼神，然后知道他有没有听懂。好，那就有同学会问说，老师，那我要怎么选择个人班或团体班？基本上同学，因为我们就是时间都在半年以前就开出来了，如果可以的状况之下，我会建议同学就是上团体班一起上课，因为一起上课的学习效果其实会比较好的。那如果1对1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会紧张或者是枯燥，因为时间会学习的时间比较长，就会觉得不那么有趣因为你会一直在填压，一直在挤压你的学习的那个能量所以会建议同学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跟团体班。多半会选择个人班的同学，比较大部分就是因为时间配合不上那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就是你只能回来某几天，那你需要有老师陪伴你学习的话，你也可以赶快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如果排得出来，老师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尽可能的，就是去协助同学去上个人班的学习。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少数的同学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像是
时间可能真的来台湾的时间很短，例如说3天他来上每节课程，然后他压缩成2天的话，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要提早先跟我们做咨询，然后我们如果人力安排的状况可以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是可以去安排这样的，就是配合这样子的行程。可是这边可能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说这样子压缩课程的话，我们其实3天是蛮紧凑的，如果要压成2天的话会更紧凑。所以同学哈，如果可以拿出决心，很认真哈，那2天也是我们老师也是都可以配合，因为其实这2天最辛苦的是你，不是我啊，是你哈。所以只要你拿出决心，2天内要上完也是可以的哈。好，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如果是像是物美班的国外同学呢，他们回来台湾，也许他是第1天上完课，第2天上完课，第3天马上就要实操，这样也是可以的，只要提早跟老师在咨询课程的时候先跟老师讲就可以安排。那我们也会尽量安排在前面2天呢，尽量协助同学更快速的学习哈，就是达到非常有效的学习之后呢，然后让你第3天可以去做实操。那我们也会在实操的当天呢，做蛮多的安排，例如说手写的笔记，或者是把影片录下来，让你可以把整个技术完整的带回家，这是可以的。那当然，其他你还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线上跟我做联络，我都可以打电话给你哈，然后去帮你解决你操作的问题。这样好，那有非常多的海外同学呢，他都会在想说，老师，我是海外同学，会不会比较随便被对待呀？因为我们时间到了就要走啦。用每节来做例子的话，假设我们每节是4天，国内的同学是4天，1天6个小时，那加起来就是24小时。那我们国外的同学呢，就是3天，然后1天8小时，加起来也是24小时。所以你放心，你的时间绝对不会被压缩到，因为我如果压缩你的时间呢，我基本上也会教不完。那教不完呢，这样子我又没办法对我自己有交代。所以你们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压缩到海外同学的时间。我们对于海外同学和国内的同学，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刚刚讲了这么多，你们应该都知道上课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了哈。那应该都解答到大家的问题咯。GR TV，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分享、留言、订阅，并且要打开小铃铛，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我是 Gina，我们下回见，拜拜。